大家，欢迎收看新的一期的 vlog。虽然我想把它拍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视频，但是我觉得这一期必须要用电影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我睡过头了，错过了动车，于是我重新订了票，然后在中午的时候才到达。和我朋友相见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了，我还没有吃午饭，于是我们今天去了环秀楼的餐厅吃了一餐，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就买了票去了陈坎的这个古村当中闲逛。有一说一，那天刚刚下过雨，所以天气有一点点阴，但是呢还是非常美的。古镇其实不算是太多游客，所以玩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就是沿着那个入口的路线，然后一路往它的一个出口走。啊，那只狗好可爱啊，它一个人咕噜。中间路过了非常漂亮的田地，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当然大部分都是一些植物啊，还碰到了非常多土狗。这个村非常的原始，这个古镇非常原始，里面是有非常多原住民在里面的，所以还是要稍微小心点，不要被狗咬。Video。这红肉儿，它是好好看呢。不要咬我，好不容易穿上裙子。走出来那个古镇的时候，看到一只小狗在游泳，然后它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然后又游回来，就是一直在玩这个像滑滑梯一样的游戏，看起来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盯着这狗看了很久，然后它也蛮可爱的。哇，它往上游了回来，太可爱了这个狗。求生艰难啊你！哦，小狗又要再来一次吗？不能吧，他的主人一直叫他不要再往下走，但是他就是跃跃欲试，一直想要再去玩一遍，再去玩一遍，全身都湿透了。然后呢，看完这个狗，我们就继续向。其实这古镇还蛮大的，除了楼的部分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有八卦相关的，因为它本身陈坎就是以八卦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去修建的一个风水小镇。我们没有把前面八卦的那个部分看完，然后直接往回，因为太晚了。而且听说晚上7点钟的时候，村子里会有鱼灯表演。然后我们在咖啡厅坐了一会儿之后，就开始往里面走。然后天空稍微有一点点在下雨，但是挺美的。我觉得江南古镇就是应该配合下雨天，太美了。非常多穿汉服的人在这里拍照片。然后我们发现人已经渐渐多了起来，于是在里面稍微久留一会儿，雨停了之后，就发现有鱼灯表演要开始了。然后我们走到中间的这个小岛上面去，想要去看，但是他们提醒我们最好不要站在中间，因为中间一会儿会有放烟花。于是我们就沿着这个廊桥往里走，真的人太多了。但是呢，这个鱼灯表演呢会环着人群一路去环游，所以你不管站在哪个位置都是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鱼灯。然后有非常多漂亮的穿着古装或是汉服的小姐妹在进行表演。因为7点钟开始的话，这个鱼灯大概摆完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听说是会有2个回合的表演的，反正持续的还蛮久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就是太晚去看不到这样子。但是我听说最近这个鱼灯应该是会取消，因为我们当时去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呢，他们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表演，但是后续的话不确定还会不会有这个环节。但是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蛮幸运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赞的民俗体验，很推荐。我觉得算是陈坎必备的一个，而且当天在网上刷的时候看到别人拍的照片也很美，如果你带相机的话，你可以拍到一些风光大片、民俗大片。对，这个是放烟花的时候非常漂亮，印象深刻的一个夜晚。然后我们去买了一个甜品这个冻真的非常好吃，这个双皮奶特别好吃，非常好味。然后还点了烧烤，好吃好吃。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下疯狂大雨，然后看到河水都涨上来了，但是他们排洪措施其实做的还挺好的，虽然说水流非常湍急。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咖啡厅小坐了一下，路上碰到一只小狗，看起来很可怜。
这家咖啡厅还是蛮漂亮的，它有2层楼，还有天井。2楼的景观位比较多人，然后就愉快的结束了这个行程，很快闪，主要是因为我迟到了。